灵位是有眼睛的，庙里供着的牌位有香火，有后人，有交代，那是安安稳稳的，他在等的是自家骨肉来上香。可世上有一种牌位不一样，它是无主的孤魂，是被人丢过、弃过、忘过，连一块供着的木板都保不住的魂。这样的牌位不会安心，他会在夜里慢慢的替自己找一个新主人。谁把他带回家，谁就要替他偿一条命。这句话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都先记住，因为我们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一块被人丢弃了30-40年的牌位和一座下雨的台北旧货市场之间。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很远很远的香港，有一座山涧下的深潭，早就为这个故事埋下了伏笔。停顿，静默2秒，音乐渐低。先来说说阿杰这个人。阿杰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，27、8岁，靠收二手旧货过日子。他什么破烂都敢碰，收过发了霉的老钟，碰过修不好的旧收音机，连人家从老宅子里翻出来的相框、信纸、旧照片，他都敢往自己那间小小的铺子里摆。别人都说他胆子大，他自己也这么觉得。他从来没有怕过什么收旧货这一行。老话讲，收旧不惹脏，意思是旧东西往往带着人家屋里的旧气，能避就避。可阿杰年轻，不信这一套。他心里头就一个念头，东西是死的，人才是活的，死人哪能作祟活人。他这么想着，也就一直这么过来了。这么多年也没见出过什么事。那天下着滂沱大雨，台北的雨下起来是没完没了的，雨点砸在铁皮棚顶上，噼里啪啦，像有人从上头往下一盆一盆地泼。旧货市场的摊主们早早开始收摊，卷帘门一个接一个的拉下来，摊子里的人打着哈欠，把伞一撑就钻进雨里去了。阿杰本来也要走，可就在市场快散场的时候，他在一个几乎要收摊的旧货摊前停下了脚。那摊子搭在市场最偏的角落里，老板是个瘦瘦小小的老头，雨下成这样，他却不慌不忙，还坐在小板凳上慢吞吞地收拾东西。摊上乱七八糟的摆着旧碗、旧钟、旧照片，落着一层薄薄的灰。而在最里头最不起眼的角落立着一块木板。阿姐一开始没看出来那是块牌位，她只看见一块黑漆漆的大概1尺来高的木板，从头到脚都被雨水浸得发潮。她凑近了才看出那上头原本刻着字，只是日子太久，漆皮一块一块的剥落，字迹早已经被磨得只剩下浅浅一道，看不清姓名，也看不清年月。阿杰的职业病上来了，他想这板子料子不错，擦一擦，描一描，兴许还能卖个好价钱。他伸出手就要去拿，可就在他指尖快要碰到那块木板的时候，一只干瘦的手突然从旁边伸过来，一把按住了他的手背。阿杰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是那个瘦小的摊主。摊主盯着他，眼神里没有光，却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沉。他压低声音慢慢地说，这个不卖。阿杰愣住了，不卖？那你摆出来做什么？摊主没有回答，只是盯着那块牌位看了一会儿，又抬起头，认认真真的把阿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像是要把他这个人记住。良久，他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，不卖给人，只送给有缘人。阿杰听到这话，心里头没来由的咯噔了一下。可他这人有个毛病，别人越神秘，他越好奇。他当时也不觉得怕，反倒觉得这老头故弄玄虚，不就是块破板子吗？有什么好送的？他这么想着，鬼使神差的，竟然真的把那块牌位接了过来，揣在怀里，冒着雨回了家。一路上，他跟自己说，只是觉得那块板子料子可惜，回头找几支漆，把字描一描，也算做件善事。他这么安慰自己，脚下不停，推开家门，随手把那块牌位往客厅的柜子上一立，就去洗澡了。他并不知道，从他把那块牌位带进门的那一刻起，这间他住了好几年的屋子就已经不太对了。那天夜里，他家的灯开始不对劲了。阿姐洗完澡，正准备关灯睡觉，他伸手把客厅的大灯一关，屋里刚落黑，啪，灯又自己亮了起来。阿杰皱了皱眉，又按了一下开关，灯灭了。可他刚转身走进卧室，客厅的灯又自己亮了。他以为是自己眼花，走过去索性把插头拔了。
可就在他弯腰的瞬间，那盏灯在没插头的情况下，还是哗的一下重新亮得刺眼，然后又像奄奄一息一样明明灭灭的闪个不停。阿杰心里有点发毛了，他把灯罩拆下来看了看，灯泡是好的，线路他看不出问题，只能归咎于老房子电压不稳。第二天，他特意请了位老电工来查。老电工是个50多岁、干了30年活的老师傅，线路他一根一根的捋过，电压他一项一项的测过，把整间屋子翻了个底朝天，最后擦着额头的汗站起来说：后生仔，我干了这么多年，跟你说句实话，你这线路干净得很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阿杰松了一口气，正要道谢，却看见老电工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，直勾勾的落在了柜子上那块牌位上面。老电工的脸色白了几分，他沉默了很久，才压低声音问了一句：后生仔，这个东西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阿杰心里一跳，嘴上却若无其事：旧货市场捡的，一块老板子，我正准备描字呢。老电工没有再说话，他背起工具包，一只脚已经跨出门槛，却又回过头来，他盯着阿杰，那眼神看得阿杰浑身不自在，然后他留下4个字，转身就走进了雨里，小心点吧。阿杰从小是祖母带大的，他的祖母是香港人，年轻的时候过海来台北，嫁给了阿杰的祖父，从此就在台湾落地生根，一住就是一辈子。祖母从来没有提过从前香港的事，阿杰问过几次，老人总是摆摆手，说都是过去的事了，然后就不肯再往下说。可就在那年，90岁的祖母突然病倒了。阿杰守在病床前，握着祖母干瘦的手，老人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，嘴唇一张一合，像是有什么心事积了一辈子，到末了还是放不下。阿杰把耳朵凑过去，听了好久，才从那含混的气声里分辨出几个断断续续的词：新娘潭、红线、红头巾。阿杰以为老人是烧糊涂了，说了句梦话，可祖母那只攥着他的手忽然收紧了。老人用尽最后的力气，把那几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像钉钉子一样钉进了阿杰的耳朵里，然后那只手就再也握不紧了。祖母走后的那一夜，阿杰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几个词在他脑子里转了一整夜：新娘潭、红线、红头巾。他不信鬼神，可他信祖母。祖母一辈子没跟他提过一句从前的事，临终前却拼了命的念这3个词，这绝不是什么烧糊涂的胡话。阿杰沿着这条线查了下去，他先是在网上搜到几个香港的旧论坛，里面提到一个叫新娘潭的偏僻地方。他越查越多，最后顺着线索买了张机票，飞到了香港。香港的天雾蒙蒙的，阿杰几经周折找到了那个叫新娘潭的地方。那是一个很美的山涧瀑布，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，砸进一汪深一个碧潭里，四周草木青翠，空气里满是水汽，看起来宁静的像个世外桃源。可就在这片宁静底下，埋着一个几十年前没有讲完的故事。阿杰在附近的村子里找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，老人耳朵有点背，讲话很慢。听阿杰问起新娘潭，老人沉默了很久，才长长的叹了口气，讲起了那段旧事。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那年山脚下一户人家给自己家闺女定了一门亲事，姑娘年轻，长得好，穿一身新做的红嫁衣，是方圆几里最俊的新娘子。出嫁的前一天晚上，按规矩新娘子要在家等着第二天新郎来接。可那一夜出了事，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有人发现新娘不见了。全村的人找了整整一夜，最后在新娘潭的水面上看见了她打捞上来的身影。姑娘就那样一头扎进了那汪深不见底的潭里。打捞上来的时候，她的头上还系着一条红头巾，那红头巾被水泡得褪了色，淡淡的像一道永远褪不干净的红。老人讲到这儿停了很久，才又补了一句：他死得冤枉的。阿杰问：怎么回事？老人摇摇头，他不是不想嫁，他是等的人没能来。他放不下的不是那门亲事，是他直到最后一刻都没能等到的来接他的那个人。阿杰坐在村口，望着那片山涧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他不知道此刻千里之外的台北，他家柜子上那块牌位正面朝着客厅的门，就好像一直在等着谁回来。知道这个故事之后，阿杰在看向家里那块牌位，心里忽然一阵发毛。他坐在客厅里，就着惨白的灯光，一点一点地回想，那块牌位是从旧货摊上送给他的，牌位上那个模糊的名字原本是看不清的。可现在他忽然意识到，那个看不清的名字会不会就死在新娘潭那片水里？阿杰越想越不安。他咽了口唾沫，起身找了一块湿布，小心翼翼地把那块牌位一点一点地擦干净。漆皮一片一片地掉，字迹一点一点地露出来。可他擦了半天，还是看不清那上头到底写的是什么。他有些泄气，只好把牌位放回柜子上，关灯，躺到床上，强迫自己闭上眼睛。可那一晚他睡着了，又好像没有睡着。他做了个梦，梦里还是那块牌位，可这一次那模糊的名字在月光底下真的一点一点的清晰起来了。阿杰像是被什么牵引着，一步一步凑上前去，把头低下去认那些字，越看越近，越看越冷。一笔一划，一笔一划，那上头写的竟然是他自己的名字。阿杰猛地惊醒，浑身冷汗，后背全湿透了。他大口喘着气，伸手摁亮了床头灯。可就在这当口，他忽然听见玄关的方向传来一阵滴水的声音，滴答滴答滴答。阿杰的呼吸一下子停住了。他告诉自己那是洗手间的龙头没关紧，可他听得出来，那声音是从玄关地板的方向传来的，一声一声，不紧不慢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站在那儿等着。他壮着胆子，赤着脚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门口。客厅的灯是灭的，只有一点惨白的，不知道从哪里漏进来的光照在地板上。而就在玄关地板上，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双鞋，一双湿透了的红鞋。鞋面还没干透，水珠正顺着鞋尖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，汇成一小滩。而那双鞋的鞋尖正对着阿杰的房间。阿杰脑子嗡的一声，他想转身跑，可两条腿像是灌了铅，怎么也抬不起来。他就那样站在门口，和那双红鞋隔着几步的距离，在黑暗里谁也没有先动。最后还是窗外一声惊雷炸响，阿杰才像被解了穴一样，猛地冲回卧室，砰的一声反锁了房门。那一整夜他再也没有闭过眼。那双湿透了的红鞋就那样在玄关地板上摆着，直到天快亮，才像根本没出现过一样，消失得干干净净。阿杰知道那块牌位等了几十年，等的不是一把香火，他等的是下一个穿得起红鞋的人。阿杰吓坏了，他再也不敢在那间屋子里多待。他连夜收拾行李，买了当天最早的机票，又飞回了香港。这一次他没有犹豫，直奔新娘潭。他在潭边寻了一处僻静的地方，把那块牌位立了起来，插上3炷香。他点燃香火，退后2步，膝盖重重地跪在石子地上，1下2下3下，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。他不敢抬头，也不敢回头，他就跪在那儿，低声说：对不住，对不起，我不知情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您安息吧，放过我吧。香烧到一半，一阵山风忽然从潭面上吹过来，把那3炷香的烟吹得歪歪斜斜。阿杰仍旧不敢看，匆匆站起，一路小跑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新娘潭，离开了香港，回到了台北。他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算结了，他以为磕了头，上了香，安放了牌位，那几十年的怨就算清了。可是就在隔天清晨，台北那座旧货市场又下起了雨。同样的散场时分，同样的雨幕里，那个瘦小的旧货摊前，摊主又拦住了一个年轻人。那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，正举着手机在直播，眉飞色舞地跟镜头里的观众吹嘘：我跟你们讲，主播我什么都不怕，鬼神什么的都是自己吓自己。摊主坐在摊后头看着他，忽然开口：这个不卖。年轻人愣了愣，顺着摊主的目光看向摊子最里头那块黑漆漆的看不出字迹的木板。他笑起来，
不卖，那你要送给谁呀？摊主这一次没有说话，他只是盯着那个年轻人看了很久很久，久到连屏幕前的弹幕都开始刷主播快走。然后摊主慢慢开口，还是那一句老话，不卖给人，只送给有缘人。而在那个年轻人的身后，雨幕里那块刚刚才被阿杰亲手安放在新娘坛边的牌位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又回到了这个摊子的最里头。牌位上那个已经浅得几乎认不出的名字，在雨里不知不觉又浅了一分。他们还在等下一个穿着红鞋敢把他带回家的人。